2025年5月23日，全球迎来第一次神秘潮汐降临，近1000人诞生超能力。可神秘潮汐仅仅持续1周时间就结束了，而所有超能力者纷纷暴毙。2025年11月19日，第2次神秘潮汐降临。这一次多达上百万人觉醒超能力。为应对突发情况，各国相继成立超能组织。可当神秘潮汐结束后，99.99%以上的超能力者还是在一夜之间暴毙或失踪。4年前，第3次神秘潮汐降临，而这一次，仅仅只是登记在册的超能力者就已过亿。根据每次神秘潮汐降临的持续时间和后果推断，第3次神秘潮汐将在半年后结束，而当第5次神秘潮汐结束时，人类可能会被全部杀死。为了拯救全人类，现启动禅计划。任务代号：禅。目标：拯救全人类。拥有3项异能，封印更久，是否意味着突袭也需要更久？坏了，我还是处。同志，同志！出了一点小问题，很小，保证一切可控。同志，欢迎来到第5次神秘潮汐时代。什么？第5次？有点意外，小意外。我之前帮你做过体检了，你的身体机能保持得很好，现在这种附属感只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计划失败了吗？同志，欢迎来到第9研究所。现在距离第3次神秘潮汐过去多久了？同志，距离第3次神秘潮汐已经过去1200年了。1200年了。所以现在是中华上下6000年了，那孩子们的历史书也更厚了。没有历史书了。你封印后，第3次潮汐结束，90%以上异能者死亡。幸存者也陷入与失控异能的对抗，但很快，第4次神秘潮汐来了。这次神秘潮汐持续了整整1000年。1000年？对，没人知道这1000年发生了什么。没有活人，没有记忆，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吧？但这样的事发生在全世界。我们认为，这是第4次神秘潮汐退潮的副作用。那文字记录呢？文字记录一开始有的，可似乎暗中有股力量在收集、遮掩那段历史的真相，不让大众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而且第5次潮汐时代并不好过，世界巨变，荒野变得十分危险，人类只能龟缩在防御基地内，光是活着就已经很艰难了，根本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探寻历史。你能出去吗？我想静静。请问静静是人名，还是指安静？好的，我出去。出去时把灯关一下。时隔1000年了，应该还可以使用8。我是江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，任务目标未完成。任务仍在进行中。所长，
你不该告诉他时间的，他不一定能接受现状。可是，他让我相信自己的同志啊，他认可我了。行了行了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让他活下来。我检查过了，他身体很健康，意识清醒，异能虽然封印了，但状态挺好的。我是怕他自杀，一觉醒来，1200年后举目无亲，世界危险，信仰崩塌怎么办？死了我钱就打水漂了。自杀的话不需要担心，而且我还有一件事没做，在做成之前，我不能死。同志，能方便问一下什么事情吗？利用剩余时间突破自身局限性，在有限时间里做更有价值的事儿，争取不留遗憾。出于保密，只能透露这么多了。同志，你静静好了。我先前听你们说，我这样的人不止一个。这个有些复杂，我们推断你参与了一项高级别的计划，类似的封印舱室，我们发现了18个。18个，另外17个，在第5次潮汐到来前就已经空了。禅计划名额不足20人，我封印最久。若其余17人成功按时苏醒，为何世界仍是这般模样？贴着墙壁，保护好自己。不是嫡系，咱们没交电费，所以停电了。欢迎来到第9研究所。这里原本是个学校，后来传闻闹鬼，就渐渐荒废了。我们把学校买了下来，地下有一个核掩体，被改造成了实验室。闹鬼？对，用你们那个时代的话来讲，叫超自然现象。同志，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，我是第9研究所的所长兼首席研究专家兼后勤部长兼。第9研究所就你一个人？不止，还有谁？还有一个实验对象。他呢？我叫单红一，我可不是你们研究所的人。用你们那个年代的说法，我应该算是研究所的投资人。你叫单红一，却穿一身青衣，你是不是有个姐妹叫单青衣，喜欢穿红衣？你认识我姐姐？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认识一下。小萝莉不太行，医生说过我肠胃不好，吃饭不能太硬，最好吃软饭。我姓姜，姜白，1218岁，性别男，母胎单身，在帝都有房有编制，存款9位数起步。书上说，1200年前他们相亲都这么介绍自己。好了，说累了，能不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第5次神秘潮汐以及如今的异能实力划分？在第5次神秘潮汐，我们将异能体系划分为3系：天、地、人，分别对应前3次的神秘潮汐。哦，异能分为天、地、人3系。天系对应第1次36项序列能力，地系对应第2次72项，人系对应第3次108项。一般异能者只属1系，拥有单项或多项异能，极少数可2系同修，但代价惨重。3次神秘潮汐造就了3系不同的异能者，那我之前拥有的3种异能，岂不是对应天地人3系？照这么说，我算是人系。我被封印的异能该如何解封？我刚想说这件事，你体内异能解封方法有3种：1. 自然解除，续约1000年；2. 使用稀有神秘物质，我们买不起；3. 重新修炼异能，掌握序列能力，以此加速解封。还真是富人靠科技，穷人靠变异啊！如今落在一个连电费都交不起的研究所，那只能选第3条了。我该如何重新修炼异能？你应该知道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想要觉醒异能是没有系统方法的，只能靠运气。这个研究倒是有突破，我们会用观想法，就是在脑海观想对应图案与天地能量呼应，即可觉醒序列能力。用这张图觉醒特别快。就没其他选择了吗？观想图很珍贵的，有使用次数限制。我、红衣、他姐姐都是用这个，真的快。哥哥，你不是着急吗？好，那就他了。神仙，你这观想图有毒吧？你就说快不快吧。这么快的代价就是107号吗？这也太……因为你在第3次潮汐已经觉醒过能力，这不是初次觉醒，
第一次觉醒的序列能力越强，第二次就越弱，因为强大能力间相互排斥。我担心影响你心态，所以没提前说。我懂了，因为之前的太强，导致现在的太弱。我记得寸指的效果是打断序列能力或行为，成功则恢复并少量提升异能上限。对，但它消耗异能太多，成功率低，恢复和提升却很少，性价比极低。耗蓝高 ，CD 长，提升小，狗都不玩。哎，那如果我用寸指对自己使用寸指，会怎么样？你怎么会有这么疯狂的想法？评价为看网文看的，你以后还是少看点这些东西吧。我会被斗破苍穹的。当文超公能赚钱吗？很遗憾，网文服务器早就被抢出来了。至于你说的斗破苍穹，在各大排行榜都有名。为争这些古籍，死过上百超凡强者，甚至有神将陨落。啊，这么夸张？顺便跟你提一下，异能者境界简单分为初阶、中阶、高阶、殿堂大师、超凡强者。还有顶尖强者董称4天地、8地藏、12神将，一人为王。一人为王？一人为王是指人王，没人知道他的实际身份。传闻中，人王应该是跨系的异能者，掌握至少2系的异能，曾与4天地先后交手不败。明白了。攒了1天，还不够放1次寸指，充电3天，通话3秒。江白，一般的初阶异能者想要积攒足够释放寸指的异能，需要至少修炼半个月。那这么说，我的修炼速度是常人的5倍，肯定是封印松动了，让我吸收异能更快。一定是这样。我是江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，苏醒第3天，掌握了人系序列能力寸指。与其他异能者相比，我的恢复修炼速度更快，技能效果似乎也更强。任务002仍在进行中。我要发动天问了，你要尝试发动寸指，尝试将我打断。寸指成功了，这和我已知的寸指效果好像不太一样。正经的寸指应该只有打断才对，不仅打断，还输出了错误答案。我需要研究一下。江白哥哥，你发动能力为什么要喊出来？这不就暴露了吗？战斗就要堂堂正正，我敢喊，就有信心击败有防备的敌人。而且我第1次喊，可我第2次使用，如果不喊，就能起到偷袭的效果。而且我也可以喊不用，活下来才有资格说话。战斗要赢就要不择手段。恒毅，你的圣光能治疗对吧？地系 No55圣光，圣光会先调动目标的生命之力治疗伤势，大幅激发对方体内潜能，短暂提升战力，结束后会进入一段虚弱期。如果你对敌人用圣光，我用寸指打断。我为什么要对敌人用？格局打开一点嘛，比如严刑拷打的时候，你用圣光让他快速恢复，好进行下一轮的拷打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尽快获取情报。治疗的过程本身就是有些痛苦，平静状态下伤口快速愈合很折磨，再用寸指打断，何尝不是一种酷刑？这是特殊场景，战斗中总不能对敌人用吧？怎么不能？敌人受伤，你丢圣光，他生命之力加速消耗来愈合，我打断愈合，他直接跳过愈合，直接进入虚弱期，我再趁机重创。你这有点太极端了。谢谢夸奖。我没夸你啊。你的寸指和一般人的不一样，我还没搞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不急，至少目前看是好事。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再过25分钟又要停电了。电费少交了。不，是嫡媳。隐藏在黑暗中的敌意，潜伏在阴影中的危险，断电的罪魁祸首。这么棘手？我的异能消耗过度，这次无法参战了。我先进安全屋，你和弘毅先撤。左里琼的电费都交不起，
你觉得我会信有安全屋？啊，就算有，那是安全屋还是棺材？如果真有，咱们仨躲进去不就行了？这图是反的，你指的方向是敌人位置，让我走的才是逃生路线吧？我说过要相信同志，你是想自己拖住敌人，让我们走，对吧？那你准备怎么做？敌人就一个中阶，我需要稳定环境恢复，逃跑不是办法。今天逃了，明天呢？不如直接解决掉。可你刚用过寸指。哦，没和你说吗？吃饭的功夫，我异能恢复了不少，还能再用一次。江白哥哥，你怎么肯定没安全屋的？没啊，那些细节我胡说的。我是觉得，如果真有的话，我苏醒第一天就该被告知。既然没说，那就是假的。前面就是了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这补法，这是古代秘技，用异能特殊运转强化身体，但修炼费时，如今已被主流方法淘汰。没惊入敌人吧？没，情况和我们想象的可能有些不一样。天文不可能出错。天文没错，敌人是一头狼，是一头失控的血狼，脖子有个瘤子，是他咬断了电线。也好，不是人袭就好。我有个计划，所长，你当诱饵吸引注意力。红衣，我喊圣光你就对狼放，喊治疗就对我。红衣躲好，我失败的话你就带所长跑。你过来呀！寸指失败了。圣光，来了！住口！我是江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。现在还没能和组织联系上。3天前有只失控的血狼袭击了研究所，被我们抓住了。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巧合，但我没证据。这几天我跟所长和红衣出去熟悉了环境，这里是银沙基地，大概有200万人。说普通话用汉字，登记在册的异能者有1万多。用的钱叫星币，1000块够一家3口过1个月。我现在是初阶异能者，每个月能白领3000星币，但领钱的时候要体检，怕我异能失控。任务002仍在进行中。江白哥哥，你总这么录音有用吗？说的好多我都知道啊。当然有用了。这就像古时候，更古的时候，地方官给皇帝写奏折，会把生活里杂七杂八的事都写上。这些现在看是常识，以后可能就是珍贵的历史材料。江白，今天该去领你那3000星币津贴了，想好怎么花了吗？早就想好了，交500伙食费，花1000买个异能表，剩下的买点材料。这个月我打算冲到中阶。哎，我们这里管得住你吃饭，不用交伙食费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伙食费该交，我在所里的工资也该发。市场价的话，雇个初阶异能者，1个月最少也得1万星币吧。这钱呢，就先不用给我了。你算算唤醒我到底花了多少钱？我每个月还所里1万，就凭咱们这关系，利息就免了吧。这样也行。照你这么还，恐怕再还1200年也还不完。老弟，咱俩可是过命的交情，那这么算来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我比你大这么多，叫你成老弟不吃亏吧？不吃亏。俗话说长兄如父，父债子还。老弟，我欠的债，你就替哥哥替为父还了吧。可这钱本来就是我欠的呀。开个玩笑啦，别整天愁眉苦脸、苦大仇深的，要多点笑容。欠钱的事儿你别放心上，债主还没来催呢。信我，万一真还不上，我跑路肯定带上你。喂，你们当着债主的面商量怎么赖账跑路合适吗？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投资人了？红衣啊，
有没有考虑再追加点投资？红衣小姐，你也不想之前的投资全都打水漂吧？我是江白，苏醒后第7天，经过简单的测试，符合领取津贴标准，再加上红衣大小姐给的投资，突破物资已经准备齐全。我今晚准备冲击中阶异能者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人们习惯将异能量化单位称呼为气，这是古代气的写法。初阶异能者100球以下，中阶异能者100去以上，1000去以下。溢价买了3件战斗服，多花了上千星币。这块二手表作为回扣，合情合理。让我看看能有多少，勉强达到了500气的水平。只有达到这一水平，我才能开始下一步，正式用气练补。正好我有一套自创的第9套练补体操，这段时间读了序列能力周期表，发现有不少序列能力都与精神控制、读取记忆、操纵心灵有关。想要抵抗这些序列能力的影响，炼化头骨是最有效的办法。我的记忆绝不能被他人读取，这会影响到禅计划的成败。我必须优先炼化头骨。寸指，还好用寸指争取来的宝贵时间，完成了额骨的炼化，差点失败了。让我看看现在有多少气了。好，看来有了人和的加持，异能提升的还算是快。这是异能表的极限，而不是我。都早上了，出去透透气。江白哥哥，早。这么早就喂狗啊？哥哥今天心情不错，给狗加餐。二手表用了1次就炸了，我如今水平在1500气之上，不清楚周围状况，还是暂时隐藏实力吧。哈哈，我订购的材料终于到了。江白哥哥，你真的不用我一起去吗？不用，我多长几个心眼就行。你心眼还不够多啊。说起来，这次外出需要武器吗？有枪吗？有啊有啊，有喷子、egg、大狙、左轮。你这到底是研究所还是军火库啊？这个没枪头，能用吗？这不是霸王枪吗？初代寒蝉失踪之时，将这把枪留了下来，又经过第2代寒蝉之手传给了我。老伙计又见面了。他们不配死在这杆枪下。算了，我走了。所长，江白哥哥刚才好像很伤心。我还没走远呢。所长，江白哥哥不是最喜欢凡事留一手吗？为什么他放着这枪杆不用？哦，我知道，他现在还抬不动。原来是这样。老弟，你可来了，情况有点变化。什么？我下个月就要进阶了，你这时候掉链子？别急啊，这是好事儿。你要的货太紧俏，我凑不齐。但我有个兄弟在防卫署私藏了一批查扣的材料，急着出手，价格便宜，就是得跟我出去一趟，不能在这儿交易，绝对安全。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没其他人知道。等等，还有件事，市场里这笔交易取消的话，你是不是该赔我违约金啊？老弟，开玩笑的吧？我知道你很急，
但是你别急，你看，订单都有官方记录，我忽然不做了，万一有人查，到时候岂不麻烦吗？那你以货物未到为由，主动取消订单不就行了？这怎么行？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贪便宜，凭什么不占这个便宜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按规矩赔我违约金，我拿这钱雇个保镖，咱们一起去收货。保镖嘛，老哥，你介绍个朋友就行。钱绕一圈回到你朋友手上，你也不吃亏吗？你小子够精啊，还想白嫖保镖？我需要出界异能者保护。开玩笑，我能打10个。好，够狂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说，真有这个必要吗？伏击一个初阶异能者，咱们这边就4个初阶，1个中阶，后头还有老板的高阶坐镇，何必再请个南宫小心？说难听点，咱们出手的价码都比那小子命值钱。人快到了，现景也不好了，你倒好，放着办公室不带，非蹲着杂物间，中阶偷袭初阶，还是南宫小心，至于这么谨慎吗？你再多说1个字，我先杀你！事儿不办，钱不退。动手！该死的，你怎么还不动手？我已经出手了，对手至少是高阶异能者，炼化了头骨，或者也是。你可别让我逮了，不然就遭老罪了。肯定是在诈我，自始至终我都没露面，不可能找到我。事已至此，36级走为上计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找到你，你才不信。什么？村trưởng，哪怕是高阶异能者，也无法如此频繁、高质量的使用寸指，这不可能。寸指。从谁先开始审问比较好呢？你就是江白，是你报的案？没错，我在交易市场向罗老三订货，他约我来这儿，说货没法起备，要违约赔钱，顺便介绍其他门路给我购买货物。到了仓库，他忽然动手，结果一只失控异兽忽然闯入，对罗老三等人发起袭击。我趁乱躲了起来，同时报案，直到你们赶到现场。你知道吗？像你这么冷静的人，开口一定在说谎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每一个字都没有隐瞒。如果小队长愿意去查，都能找到对应的证据。实话也能骗人，藏关键信息就行。这些都是违禁品，你私下购买已经违法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而且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报案？人都死光了，就算你把货全吞了，也没人知道。我想这里有误会，我不是来买走私品的，是来搜集线索举报的。我在交易市场留了10名举报信。按管理条例，领津贴的异能者有义务举报走私并领奖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知道这些人是谁吗？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愿闻其详。他们都是查博士的人，但我很清楚，如果你今天不报案，
你们之间还有缓和的余地。哪怕你把这仓库的货都抢了、烧了，查博士都不在乎。可你报案之后，我们把这里查封了，你和查博士之间只能活一个了。希望活下来的是我。你觉得你很幽默？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说。你根本不知道得罪查博士意味着什么。也别怪我对你态度恶劣，任凭谁被卷入这个漩涡，心情都不会好。剩下的公事公办就行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按规定，举报走私我能拿货值20%奖励。货值还没统计完，完成统计后会联系你。你本可以全吞，却只拿20%，图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你提交书面申请。到时候该赔多少会计会算的，没事就先走吧。血狼我们会通缉，有消息通知你。谢谢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队长，新情报。说，10分钟前，查博士死了。我是江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。如今银沙基地已经发了异兽血狼的通缉令，血狼究竟从何而来？为何会袭击研究所？我想距离答案应该不远了。任务002仍在进行中。江白哥哥，你早就知道他们要袭击你了，你是故意花那么多钱给别人看的。江白哥，停，只能问一个问题。江白哥哥，你抓回来的那个俘虏已经傻了，怎么审问啊？用寻常的手段，当然问不出来了。但是用天问，应该能问出点有用的东西。天问，哦，底牌是所长啊。哈哈哈，没错，我们的底牌就是所长。走，去小黑屋看看。我就说你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好办法？所长，情况怎么样？比预期的要好，他伤势恢复的不错，头骨粉碎性骨折，腋骨退化了，但命保住了。他叫南宫小新，高阶南宫小新，人系序列能力 No66混乱的拥有者。这次是受查博士邀请，收了30万星币。参与对你的伏击。时间紧，暂时就这些。不过江白，有件事我挺在意的。自从上次你用寸指打断过我的天问之后，我在发动天问时，感觉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就像上次血狼来袭，天问给的信息看似准确，却藏了最关键的部分。这种事以前很少见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们得提前防备，信息不全，容易判断出错。寸指的事往后放，先解决眼前的麻烦。说到底，根子在查博士身上，得找机会和他聊聊才行。查博士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死的？不是你杀的。别诽谤我啊！我杀人会留名的。哦，我朋友寄来的命案现场照片，你看看。寒蝉。我说我不是寒蝉，你信吗？我信。怎么有这么老实的人啊？就所长这份纯真，搁1200年前，绝不是普通的大学生，起码是个985加硕博连读。可我就是寒蝉啊！这6个字在1200年前堪称最高机密。对方难道知道我是寒蝉？查博士派人袭击我，果然没有那么简单。他是被灭口的，灭口查博士的人，也就是知道我是寒蝉的人，是敌还是友？你有主意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但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有个办法专门对付这种情况，只要用这方法，困难最终都能解决。什么方法？开会。所长，你准备一下，15分钟后餐厅开会，讨论对策。弘一，你负责记会议纪要，
这件事非常重要，必须交给有能力的人。你能胜任吗？没问题。所长，关于我苏醒这件事，有多少人参与，多少人知情，前因后果我都要知道。我本来是第12神将，在一次遗迹探索中，意外发现了拯救世界的线索。停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在遗迹探索中发现了拯救世界的线索，不是这句。第一句说的什么？我本来是第12神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所长第一句确实说的这个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没问啊。关于我的事先放放，我们先聊一下12神将这个事儿啊。这个，我记得天地人3系对应的顶尖强者应该是4天地8地藏12神将，你是天系异能者，怎么成了神将？这对不上。难道你还有惊喜？你曾经是天帝？我是天系、人系双系的异能者。至于神将，我已经不是神将很多年了，自己都快忘了，也不觉得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所以就没提。说多少次了，别总哭丧着脸，让世界多一点笑容，对任务002帮助很大。真的吗？说回神将，什么是神将？你怎么成为的？又为什么失去了这个身份？超凡之上还有境界区分，主要是让自身容纳更多不灭物质来增强战力。不灭物质并非真正不灭，我认为只是气的更高阶形态，就像水冻成冰。我认可。第4次神秘潮汐时代的1000年历史是空白的，但第5次神秘潮汐时代的荒野危险与第4次有关。难道是失控的异能强者？没错，超凡者死后，自身异能会失控，形成秘坟，秘坟影响范围越大，越难处理。如今有记录的秘坟超过1000万，恐怖如斯。秘坟也分强弱，最危险的24座被称为死亡禁地，天系4座，地系8座，人系12座。它们不稳定，需要定期有人进入处理异变，否则世界可能毁灭。成功处理者会被认可为顶尖强者，天地地藏神将。如果失败或由他人处理，自然会失去称号。所以你曾是第12神将。我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能继续处理异变，由后来者代劳，神将之名自然让贤。处理死亡禁地对实力有特殊提升吧，不然神将就只是个虚名。是的，成功处理后能短暂拥有少许权限，调用死亡禁地的力量，哪怕只是1%，也足以让人成为顶尖强者。继续说之前的事，你去探索的古遗迹也是秘坟，有队友吗？算是秘坟吧，不过不属于已知死亡禁地，线索是从我镇守的死亡禁地找到的。队友的话，4天地和我一起去的。4天地和你一起，然后呢？我通过人王牵线和4天地达成协约，一起探索，一路上收获都归他们。我说婷婷，你能联系上人王，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联手？人王已经很老了，绝大多数时间在沉睡，而且他不是天系异能者，进不了那座秘坟。原来如此，你继续。进入秘坟后，经过一番厮杀，我们到了最深处，发现有9座大门。青铜门。你要不还是少看点网文。你继续。9扇门之中，前4扇完全敞开，门后是无尽黑暗，第5扇开了一道缝，剩下4扇紧锁。这和神秘潮汐有关吗？我们当时也这么想，但探测不到门后有什么。有人想离开，有人想闯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人王不在，4天地彼此不服，状态也不同。弱的觉得未来可期，巅峰的自信满满，衰退的时日无多。最后只能分头行动。我当时很清楚，其他天地就算退出，想再进来也不难。但我只是神将，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，我不能走。我和其中一位天帝是至交，和他约定，我主动进一扇门，如果我死了，会尽量传回情报，他会替我完成未竟之事。你呀，就是太老实了。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说。那门后有什么？我进了第1扇门，眼前有无数光点，一粒光点突然飞进我体内，那一刻，我的天问被强化了。前所未有的强。强化之后，你问了什么？我问这天如何救世。答案呢？我得到了一个人系秘坟的坐标，你就是在那里被找到的。你们是把我当救世主了？对。接下来我说的不用记了。所长在我们那个时代有句话，从来没什么救世主。把希望全放在一个人身上是狭隘的，战胜灾难靠的不是一个人一群人，靠的是整个文明的齐心协力，无数人的前仆后继。如今一场全新灾难到来，如果非要说有，那救世主是你，是我，是每一个在这条路上前进的人。当年我们教官就是这么和我说的。我代表1200年前从事这项事业的所有人，向所长你表示真心感谢。该死，所长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那次使用天问的副作用，彻底夺走了我的名字。
这世上没人记得我叫什么，任何相关痕迹都被抹除了。在教官的见证下，我江白正式邀请您加入任务002，共同协助我完成该任务。现在我们是同志了。任务目标是解决神秘潮汐次生灾难，拯救全人类。目前你在试用期，我是你担保人。如果你叛变，我会负责处决你。以后你担保别人也一样。这是附近一个备用仓库的坐标，1200年过去了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，也别抱太大希望。理解。既然如此，我也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掌握天系天问和人系善变，因为透支使用，现在2项都只有高阶水平。双系同修在超凡前还好，进入超凡后必须双系均衡，否则气会失控，重则暴毙。双系同修在超凡前还好，进入超凡后必须双系均衡，否则气会失控，重则暴毙。那你现在再冲击超凡几乎不可能，有没有考虑过再修一系当底牌呢？这我之前没想过，现在可以好好想想了。好，那继续讨论冒充寒蝉的事。我有个朋友是寒蝉，现在有人假冒他杀人，这是诽谤。不是你朋友吗？怎么比诽谤你还激动？在江白那个年代，我有个朋友常指自己。哦，总结一下待办事项，在安全前提下，查明冒充者身份，多搞资源提升战力，弄一张高质量的观想图。所长可能需要3系同修，我也需要觉醒新能力。观想图很贵的，交易市场上一次出现观想图拍卖，卖出了上亿的天价，所以得另想办法。对了，这次我赚了点钱，材料费退了3万，违约金3万，保险金6万5，举报奖金20多万，手头有40万左右。你要还钱了？还，当然还。不过你看，我1星期就把10万变40万，你再借我1300万，我按月息3%还你，每月39万利息，双赢啊！我这是拿命给你打工。好像有道理，可我现在只剩80多万了。江白哥哥，我借你200万，我先给你写120万的欠条。钱不急用，我的钱先放你那儿，利息我照付，按200万算，先给你6万，这是这个月的利息。谢谢江白哥哥，我一定帮你看好钱。今天先到这儿吧，散了。我是江白，任务002第11天，开了作战会议。查博士被杀，有人冒充寒蝉，南宫小新可能已恢复神智。我打算突击审问，时间在我这边，尽快提升实力是关键。任务002仍在进行中。小新啊，你至少有3句话要讲。我要是你，就不赌。一个傻了的俘虏对我没价值，留着干嘛？别误会，我不开枪杀人，犯法，还浪费子弹。咱们所里穷，得省。当年我琢磨出用一股做子弹的法子，效果不错，还能卖钱。我会从头骨开始剥，留一层保骨膜，用气裹着，这样你脑子还能转，但痛觉敏感100倍。这手艺当年全球不超过5个人会，但我每次都能成功。我什么都说了，我其实是副总督请来的，他需要我进入一座秘坟，认出秘坟里的主人，借机杀死银沙总督，取而代之。谁问你这个了？钱啊！查博士给你那30万星币哪儿去了？就为这个？不然呢？我大半夜不睡觉跟你唠嗑，钱呢？钱交出来，能换条命吗？你罪行严重，黑恶势力，谋杀未遂，滥用异能，还想害总督，想买命，也可以，得加钱。我手边的星币不多，把自己的身家分成了3份，2份藏在银沙基地，1份藏在野外。这些东西的价值超过200万星币。问完了，问完了，收获不多。你为什么没杀雪狼，却杀了仓库5人？杀了他们，又没杀南宫小新？南宫小新不是天生的坏种，末世里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就看他能不能把握住。那仓库5人呢？杀不杀的，看谁对我价值大。他们想杀我，血狼是研究材料，南宫小新是敌人留的诱饵，所以活着。仓库的5人，我给过他们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没杀过小孩，没欺负过异性，没吃过绝户，这是第1关。说出一件对世界有益的事儿，这是第2关。
可惜，他们第一关都过不去。你怎么确定他们说真话？我相信他们是诚实的，不会说谎。好，我没问题了。你能过第一关吗？能，不能。那你能说出一件对世界有意义的事吗？我能配合您的工作。很好，你已经是个成熟的俘虏了。您好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？租铺子，那间茶铺。这间租约还没到期。店铺的主人死了，不是吗？早就听说江白英雄出少年，就连高阶意念师南宫小新也栽在江小兄弟手里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银沙基地副总督易进，我听说南宫小新是中阶意念师，总督大人记错了吧？副的是副总督，怪我看见什么说什么。我瞧着您像是要当总督的人，一顺口就说出来了。茶博士死了，租约是会自动解除。不过江小兄弟租这铺子准备做什么？总不会是卖茶吧？走私违禁品、买卖人口、杀人、抢劫、威逼利诱、逼良为娼，这些事我都不干。很懂规矩嘛。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说。且慢，这租约你至少得便宜一半。这不合规矩吧？你这铺子里刚死了人。好，那就5折。8折。你确定不要5折，要8折？嗯，茶博士的命就值这点钱。按1折给他办租约，差的钱我补。干嘛？有人送钱，我总不能不要吧？还是我写的好看。这里电费比研究所贵哎。你不早说！红衣，你先去2楼。如果打起来，你跳窗逃跑，车在楼下。我不会开车啊。狗会。华夏有句古话叫“不打不相识”。江白先生，我们不需要打架，也可以认识一下。你是？我是外乡人，但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华夏的名字。华夏有句古话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在下魏俊杰。你既然叫这个名字，肯定很识时务。华夏有句古话，人如其名。华夏也有句古话，无事不登3宝殿。江白先生，我这次来的目的很简单。华夏有句古话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敌人是谁？你们又是谁？除了你们还有谁？我对银沙基地并不了解，你会说话可以多说点。江白先生，打开天窗说实话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副总督易进，我代表星光神殿而来。在银沙基地和我们相当的还有日食教、月神会。易进只不过是一个副总督，哪怕是超凡者，也强不到哪里去。你们连一个副总督都解决不掉，还需要找我做帮手。我没猜错的话，易进是另外2边的人。易进属于日食教，是他们在这儿的代理人。银沙有4位副总督，1位是总督胞弟，另外3人是我们3方势力的代言人。眼下易进最可能当上下一任总。你能给我什么？观想图、长老身份、副总督之位。那需要我做什么？能直接杀了易进最好。杀人违法，这活哥们儿肯定不做。你和哥说实话，星光神殿给我的好处，让你小子吃了回扣了吧？江白先生，我的外语不是很好，什么叫回扣？江白先生，你们华夏有句古话，朋友来了有啤酒，豺狼来了有猎枪。我们也许暂时做不成朋友，但我不是豺狼，您也不需要端着猎枪。魏俊杰，异骨，没错，中阶异能者的异骨。可惜这样的子弹我只有2发，用完就没了。明明是3发，你可以骗我，但麻烦你用点心。您如果愿意和我们合作，我随时等待您的答复。慢走不送。
我和江白接触过了。你们华夏有句老话，形容他最合适。江白这个年轻人，恐怖如斯。老板，做生意吗？做。您要做什么生意？有些问题不得其解，特意登门来问。一个问题一杯茶，10万星币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你是谁？有意思，哈哈，这个问题不用花钱。我是银沙总督的胞弟银尘飞。第一个问题，当时在仓库，你已经控制局面，为什么还要报案呢？我是个守规矩的人，我也想知道银沙基地守不守规矩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那你觉得银沙下一位总督会是谁？反正不是我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杨白，你是寒蝉吗？我觉得我是。哈哈哈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花钱的问题问完了，还有几个不花钱的问题，不知你愿不愿答？说来听听。事是这样喝，古代人都用茶缸，小口抿那都是旁门左道。当真？我对古代特别了解，信我准没错。我就说嘛，这东西就该这么喝，一口一口的抿，连润嘴唇的水都不够，喝起来有什么劲儿？其实就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举报那仓库的货？别扯规矩或奖金，你守不守规矩，自己心里有数。就算守的也不是银沙的规矩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往小了说，举报仓库对我和银沙是双赢；往大了说，我在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。改变世界？你连超凡都不是，这乱世没有实力，谁听你的胡话？你的方式就是拱手送资源，笑话！有人吃半个馒头就饱，有人吃10个还饿。在我看来，半个和10个没区别。就算你瞧不上这钱，银沙200万人，那批货值100万，分到每人头上不过半枚星币，买不下2两肉。你想靠2两肉改变世界？至少能多2两肉是2两。今天吃饱了，才有力气活到明天。我明白了，苍蝇腿也是肉，2两肉也有2两肉的价值。我去准备准备。不用送了。总督的胞弟，人才呀！不是胞弟，他就是总督。啊？那他为什么假扮副总督呢？总督和副总督是孪生兄弟，他说自己是副总督，那今天登门的便是副总督。我们之间的对话传出去，也只是副总督登门拜访我，试图拉拢，与总督无关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银沙基地里，我3枪打不死的人，有1个就够了。如果有2个呢？笨，如果有2个，咱们就该搬家了。传总督令，即日起，防卫署薪酬翻倍，伤亡抚恤翻倍。防卫署增车23条巡逻路线，不听令者斩，怠慢者斩。增设异能特训营，有功者、愿效劳者、天赋异兵者都可以来。明日，银沙基地内每家每户都分肉2两。要变天了呀！总督这几道命令，防卫组如今权势大涨，什么都管，连缺斤少两都管。银沙基地竟有了些生机。天怎么变都不影响地上的人，这世道还能更差。江兄言之有理，不过总督重赏之下，还真挖出个人才，甚至有位超凡者。哦，只是泔水没有2头田。停！什么叫泔水没有2头田？这是我从古代网文残本里看来的古语。泔水应该是一种古代水果，1头甜1头苦，意思是凡事有利有弊，不能两全。江兄知道水果吗？说正事。江兄，大变将至，机不可失。银沙密焚7年一失控，今年正是窗口期。总督银尘沙此去必死无疑，下一任总督就看谁能解决密焚失控。所以易进是日食教的人，日食时战力最强。巧的是，最近10天有3天会发生日食。我推测，他雇南宫小心引发密焚提前失控，害死总督，自己顺势上位。听上去挺完整。南宫小心，高阶意念师，序列能力混乱。他被关在那所闹鬼的学校，
那正是银沙秘坟的入口。他身中剧毒而不自知，活不过10日。待他一死，能力失控，与秘坟深处呼应，银沙秘坟将再次开启。那一日，便是我易尽登顶之时。第4次审讯，上次聊到哪儿了？哦，你在偷看隔壁大妈洗澡。不好意思，拿错了。你似乎有很多规矩要守。刑法，听说过吗？哥们儿能背下来。那按你这刑法，我该怎么办？枪毙你都嫌浪费子弹，怎么怕了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命是你救回来的，但按你的说法，你费劲救我，最后还要枪毙我，这不是多此一举？对，多此一举。你对古代知识很精通嘛？不过你放心，在你死之前，我们的审问还会继续。审问记录，第4次开始。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我做事很小心，凡事都会给自己留条退路。自我认知不清晰。我的序列能力是混乱，这能力不算罕见，但来银沙之前有位前辈提起，银沙基地没有掌握混乱的异能者，我进来也没走官方渠道。你其实早就猜到了，对吧？我每天没事干就瞎琢磨，也不确定对不对。你最好真知道了。还好我早防着一手，暗中把你转移了关押地点，不然真得吃大亏。这也行？你到底在防什么啊？我该问的问完了，按惯例签字。验你态度积极，可以提个要求，超过50星币的免谈。这样的书还有吗？您之前给的几本我看完了，尤其是里面提到的天下大同，那样的世界真的存在吗？如在。如在？这是什么古语？如果你相信这条路并愿意为之奋斗，那这样的世界就一定会存在，简称如在。当然，这么说有点违心，真正的唯物主义战士根本不说这种话。那唯物主义战士该说什么？你唯物主义爷爷不说废话，爷们儿选择直接上手。那我还能做点什么？如果真闲，就把自己这一生记录下来吧。这种记录有什么价值？对现在可能没太多价值，但对未来，任何记录都有研究意义，只需要一点时间沉淀。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，这份悠久比你想象的更久。同时，我们也是一个有未来的民族。你让我记录，至少给纸笔吧。一支笔50星币，一本草稿纸800星币。我哪来的钱？可以打欠条，月息3%。银沙秘坟的入口出现了。这话你已经说过一遍了，然后呢？之前商量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样？你一枪崩了一劲，不仅咱们星光圣殿会承你的情，总督那边也会很开心。你们不是挺聊得来的吗？聊得来？他这么大张旗鼓，恨不得告诉每一个人，这是拿我当枪使呢，还是和我聊得来？我查过银沙的数据了，7年前260万人，现在200万出头；7年前12名超凡，现在4名，收入也从188亿跌到132亿。这位总督干的可不怎么样。那入口开启，要争总督之位得通过资格认证。我们星光神殿准备组队探索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？条件优厚的很啊！你当副队长，带一个助手，指挥权仅次于队长。事前给半份观想图加50万定金，事成后再给半份，怎么样？什么品阶的观想图？按我们内部9品制，算3品，9品最高。如果你有了主意，随时可以联系我，我24小时待命。江白哥哥，总督真有你说的那么差吗？成年人的世界很复杂，不是非黑即白。数据是会骗人的。以往的总督面临的局势并不算复杂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银沙基地也能焕发活力。而且他上任后天灾人祸不断，人口不减半都算胜利了。银沙基地还能有200万人口，属实不易。据说他还开拓商路，7年内靠着商路迁出了10万人。超凡强者的减少，也是因为他们都在外维系商路。防卫署的糜烂，则可以解释为一种无奈之举。
他只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。那他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？我不是说了，世上的事儿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但他登门后搞这么大动静，把我架火上烤，要么我倒向他，要么我成众矢之的替他分散注意力。这算盘我在躺椅上都听得见，对我又没好处。江白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上次山红衣用圣光变毒奶，你是亲眼见的，要么是寸指有问题，要么是有神秘力量在影响周围。咱们得做实验验证，顺便赚点钱。每次发动天问都要消耗材料，研究所还欠那么多债，你晚上睡得着吗？我晚上不睡觉。那你良心不痛吗？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。所以咱们摆摊答疑，收咨询费。天问给的信息又没错，收钱没毛病。咱们在结果上加一句：以上信息真实有效，仅供参考，就算有误导，也有免责声明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天问强者在线答题，价格从优，童叟无欺负亲，3大教人员8折，副总督5折。尹副总督，这是我在古籍里查到的珍贵配方，以牛乳、茶水、糖等混合之后制成奶茶，名为阿萨宫。古人最喜欢喝这个。你别说，还挺好喝。古人就是懂得享受。江老板别客气，叫我老飞就行。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哥嫌我碍眼，让我滚出来透透气。银少，珍珠奶茶。盯着点儿，一人只许拿1张，卖完了晚上加鸡腿。江兄，我给你带了好东西。观想图9龙，价值不低于500万，不过来历不太苍彩，神殿可不认这笔交易。哦，那这30万现金吧。怎么贬值这么快？他都和我说了，我是月神会的人，这事儿你才知道？哦，居然没炸到他，不简单啊！这次你少吃点回扣。行，我少吃点回扣，让我见见那位天问异能者。他在屏风后面，你隔着屏风问，答案会送出来给你。我怎么知道答案真假？我愿向神起誓，确保回答并无隐瞒，绝对真实。银沙秘坟入口最后一关，通关答案是什么？不能直接问答案，要先回答我的题目。那就把题目给我。这是什么？这东西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叫高等数学。江兄，你说这高等数学它到底难不难？它不是难不难的问题，它真的是那种很特别的东西。你总听说过一句古话吧？人逼急了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但这句还有后半句，人逼急了，高数题也是做不出来的。刚听你说过。如果这真是高等数学，其实世上还有少数地方仍在研究它。哪里？万神殿的知识主教，地狱坚冰的黑色肩碑，深渊游骑兵内部的几位智者，还有天堂之刃的档案库。停！这些势力背后都是天地地藏神将，咱们够不着。这些天上的人物，哪会管咱们银沙基地的死活？江兄，你真不会这个？我又不考研，学这个干嘛？考研又是啥？罢了，我回去再想办法吧。所长，这高数题你真会？会，刚才答完了，有几个符号不规范，我改了一下。我怎么觉得江白哥哥刚才是在忽悠人呀？
费这么大劲就弄来条残龙？图虽残缺，但意境极高，若能补全，品阶当在9品之上。在我见过的观想图中，可入前5。残缺的观想图可以使用，但它会卡住境界，必须集齐至少一条完整的龙形意象，才有可能借此冲击超凡。卡境界，对我目前来说反倒是好事。我3系同修，离冲击超凡还早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提升即时战力，我今晚就用它闭关，觉醒第2个序列能力。老飞，得麻烦你2件事。第一，回去替我谢谢你哥；第二，想办法请义进副总督吃个夜宵，务必拖住他，盯他一整晚，哪怕他上厕所，你也最好在门口守着。哎，你小子倒使怪起我来了。这是你眼下最需要的东西。姜老板，哎呀，姜老板太客气了，咱们这交情好说好说，包在我身上。我是姜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，苏醒后第21天，未能与组织恢复联系。过去数日，我已借第9套练骨体操完成全部头骨淬炼，正式晋升高阶异能者。今夜，我将用这几日收集到的神秘材料，凭借残缺的9龙观想图，尝试第2次觉醒。虽然有副作用，但是无伤大雅。本次目标，D 系序列能力。这种香料和人的皮肤接触后，能够分泌出一种奇特的味道，穿透性很强。正上方的血狼闻到之后会狂吠不止，安全就有保证了。我去，之前都没这么快。这就是龙威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够劲儿？龙，我不是没杀过。滚回去！散了！吐出来！刚才吃的材料，都给老子吐出来！别动不动让人下跪，新时代了，别那么封建。那啥，挺晚了，你好好休息，下回有事我再喊你。D 系序列能力欺诈，序列72。又是排名倒数，算了，意料之中。欺诈，主动使用可干扰目标1年，被动效果是只要成功欺骗他人就能获得奖励期恢复、上限提升，甚至随机炼化异骨。进阶条件是对一位超凡者完成完美欺诈。我本来只打算拿回自己那份，没想到他太热情，多还了这么多。消耗约500气，不自抗情况下影响自身0.25秒，欺诈成功，气恢复200有效。你来早了，昨晚没人靠近。签个字。你早就知道自己会觉醒欺诈？不知道，我打印了72份，觉醒哪个用哪个。你不是用左手写字吗？哦，这段时间受伤忘了。欺诈生效了，签完了。
接下来呢？帮我把这本书抄一遍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成功了，觉醒了欺诈，排名72。江白哥哥，我懂，我都懂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哦，这小丫头根本不信我的话嘛，这反而构成了一次被动欺诈。我在你心中就这形象啊？我刚刚美美睡了一觉，现在精神充沛。欺诈生效时，身体接收错误信号，影响激素分泌。撤销后分泌的激素仍有效，等于打了针肾上腺素，可用于战时紧急恢复。这个技能我熟啊。我还有，都中午了，报个屁！高数题没人会做，你又来干嘛？3日后秘坟入口开启，我打算再来邀请江兄同行，条件不变。停，条件翻倍，我带队，保证4个名额。这恐怕不行。那各退一步，我进秘坟不跟队，保证你们5个名额，双方行动互不干涉。好，成交。咱们就别有中间商赚差价了吧？我打算再联系日食教。别麻烦，日食教的生意也和我谈吧。要我说啊，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先走吧，我到时候再联系你。江老板，你那莫欺少年穷，太好看了。昨晚和易进喝了一宿，红袖添香，别有风味。红袖添香不是这个意思。3日后我将进入秘坟入口，我已经收了3家的保护费，保他们各5个名额。现在需要从总督府购置一批高端装备。江老板真是妙人，可钱呢？顶尖装备可不止1000万。这张卡里有700万星币，外加这些材料，估个价。这东西你哪来的？这是我当年用来为九龙观想图的独一份材料。昨晚我用九龙图突破，金光乍现，云雾散开，游龙化为一老叟走到面前，说我与龙族1000年有缘，特赠此宝助我修行。让我看看能不能用欺诈骗到他们。哦，山红衣信了，银尘飞信了，所长信了，这股气，好家伙，所长还真是深藏不露啊。不过这次用欺诈，居然也骗过了他的眼睛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当年进阶超凡喂给九龙图的材料。至于你说的第3盘，应该是我哥当年用的，大差不差。这材料我收了，装备清单给我，总督府7折免税提供。合作愉快。50，序号第666。传闻这把枪的每一任主人都死了，有意思，有种被盯上的感觉，是错觉吗？花了这么多钱。试枪的地方总能帮我找一个吧？那是当然，这边请。异能子弹和普通子弹射击方式一样，都需要将气注入左轮，扣动扳机即可。你是异能子弹，你是异能子弹。江老板，你这是？你是异能子弹，你是异能子弹，你是异能子弹。好耶！释怀。那个江老板，你刚才瞄准的好像是右边靶。对啊，我瞄准的就是右边的靶子呀。那你打中左边的，庆祝什么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当年教我射击的老马曾给我一句极高评价。什么评价？能打上靶就算胜利。这样的枪法实战中真的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我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战术，100发100中。合着你的100发100中就是这么来的？你听我给你编解释啊，子弹火药燃尽时动能最大，射击距离越近威力越大。我这不是枪法臭，是为了最大化杀伤力。其实还有别的方法解决这问题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想知道？这周利息免了，我教你。成交。很简单。刚才绕场时，我在2个靶子上放了微型炸弹，子弹击出瞬间，炸弹爆炸。嗨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多谢了。哥，你不是在闭关吗？银沙秘坟出问题了。银沙秘坟没事。刚才谁在这靶场？就我和江白，他买了50，我陪他练枪。就你们2个？
刚才那一瞬间，在我的领域感知中靶场有110方米区域消失了，这意味着有人能压制我的领域。如果江白能压制我的领域，那银沙蜜坟深处那位他也能压制。我是江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，苏醒后第24天，未能与组织恢复联系。今天是银沙蜜坟开启入口的日子，我在犹豫是否要进入探索，一切都太巧合了。留在这里，看似顺风顺水，实则杀机潜伏。我找不到进入蜜坟冒险的理由。今晚9点，蜜坟入口开启，我会带人离开。南宫小心，单弘毅，知识有死亡的风险。啥？我怎么就要死了？任务002仍在进行中。所长，东西打包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都收拾好了。我订了2辆车，知识开一辆，我开一辆，我们向东南方向前进。东南方向有3所生存基地，你准备去哪边？路上再看吧。荒野虽然危险，但那是对普通人而言。我们可以来一段荒野求生，等我拥有自保能力后，再进入生存基地，也许是更好选择。蜜坟固然危险，是人更危险。明白了。真要走吗？留下来更危险。我们还会回来吗？会的。江老板，这是家里太闷了，出门透透气。眼下还有时间，不妨陪我散散步，聊聊天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江白，你信命吗？命好的时候信。这世道又有谁命好？第一次见面，我问了你3个问题，作为回报，现在有3句话要和你说。说完后，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。好，但是先说好，钱我可不退。第1句，查博士是我杀的。第2句，禅计划还没有失败。你还剩1句话。你们这批学员里，我最看好你小子。是自己人，你早说嘛，弄得这么紧张，差点走火。你说真要有个3长2短，我一枪把你打死了，我要多内疚。到那时，你赔我多少精神损失费都不好使。这句话你从哪儿知道的？长话短说，我和我弟原本只是家奴，一次外出时走失，意外闯入了一座蜜坟，遇到了那位存在。那位存在，他绝不是活人，准确说，他是蜜坟的主人。那座蜜坟就是为了埋葬他而存在的。那位存在给我一份观想图，引导我们走上异能之路，教了我破解银沙蜜坟的方法，让我成为镇守者，等待一个名叫江白的人到来。后面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。他能沟通吗？很困难，一个电子屏幕上不断浮现字迹，这些字迹像是早就编辑好的档案，有时顺序错乱，需要我们整理后才能理解。那座蜜坟的坐标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原本在东南沿海误入蜜坟，离开后发现自己已在银沙基地外，一下子穿越了上千公里。那今晚你说的3句话也是他让说的？不，第1句是我的试探。那位存在留下的文字里多次杀人者过寒蝉5字，所以我想用这确定你是不是我要等的江白。第2句，我需要确定这个所谓的禅计划是否还在进行，毕竟你也知道那座蜜坟很古老了。至于第3句话，其实是为了自保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与你有关的档案里唯一的1句话。你之前说你们在东南某地误入中蜜坟，离开后就出现在银沙基地，是这里吗？没错。那位存在让你找到我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他只让我找到你，接触你，仅此而已。我追问过禅计划的事，他只说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我该走了。我是江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，计划有变，准备进入银沙蜜坟。虽然很不愿意这么说，但有一些意外因素，我现在必须进入银沙蜜坟。所长，你还是按原计划带队出发。如果你不走，第9研究所也不走。我和姐姐投了这么多钱在你身上，你看我穷的都不长身子了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们的钱不就打水漂了？我还欠着所里钱呢，这么走了，不好吧？雪豹，闭嘴！既然你们决定留下，那就启动 A 计划。停停，为什么进入蜜坟是 A 计划，撤退是 C 计划呀 ？C 计划一般是主计划 ，A 计划是最差预案，这样能迷惑敌人，万一情报被窃取，也能让他们产生误判。
按照 A 计划，你们开一辆车去总督府躲避动乱，我独自进入银沙密坟。如果7天内我没回来，会有飞艇接你们离开。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需要摇人吗？你能摇个神将？这个真摇不来，那就算了，除非你明确得到了我死亡的消息，否则不要摇人。江白哥哥，你万一真有什么事情，到那时候摇人会不会太晚了？你看，又年轻了吧？你第一次得知我的死讯，肯定是假消息。你江白哥哥，我这么谨慎的人，假死是必修课。谁？我。你竟然还活着，找我做什么？先说好啊，借钱免谈。可能需要你帮我一次，但我现在还不确定。提前问一下，你现在方便帮我吗？你要是不方便，我再问问其他人。稍等，家里有点乱。所长，你找谁呢？空天地。好了，现在方便出手了。等着。倒！呦！切克闹，煎饼果子来！你压着老子脚了！什么？虚惊一场，轮胎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我新换的轮胎啊，这一压就成事故轮胎了。你凭什么把你的脚放我轮胎下面？马上要进密坟了，说说里面的情报呗。银沙密坟凶险无比，进入后一定要遵守规则，不能有任何违背。银沙密坟为什么挑这个时间开启？因为这个时间进去刚好放学，第一天不需要上课，只需要在寝室待上1夜，没那么凶险。晚自习？对，你知道还问我？一起进入被分到同一寝室的概率更大。跟紧了，要上了。放开！还活着，那看来可以进。是我，魏俊杰呀，识时务者魏俊杰。哦，是你啊！你抢先一步进来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和之前情报一样，现在刚下晚自习，到就寝时间了。我们需要在9点30前回寝室。有地图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很好解释，100万，一家200万，打欠条行吗？不行，谁知道你这3家还能活多久？兴许明天就无了呢。这是完整的寝室规则，我知道你大概率也有。行吧，我吃点亏，出去后你再打个100万欠条，成交。所以为什么指引方向不同？你是异乡人，不能住集体宿舍，要住留学生宿舍。如果没有留学生宿舍，一般会让你走读，或者给你弄块空地睡觉。古代学校一般都建在墓地、乱葬岗，学生阳气重，能压阴气。不过你也别害怕，你运气不会太差，随便找个地方睡，地下肯定没什么脏东西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我来帮你收拾。纳尼？收拾？收拾懂吗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桌子上怎么这么多垃圾？你就是江白，我们来的时候寝室就这样。江白，时间不多了，还有15分钟就要查寝，你快点收拾吧，兴许还来得及。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的，这不是垃圾，这是书。哼。胆大心细，江白，你很不错。我承认之前低估你了。可江白，我有一个事儿不明白，你刚刚如此冒险，就不怕翻车了吗？一旦翻车，丢的可是性命。哦，你说这个呀？
这不可能！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到宿舍的吧？坐电梯比爬楼梯更快，那是没开挂的情况下。江白，你也别得意，你要是真聪明，就该把这事藏在心里。现在说出来，只是占了口头便宜。你可能有点误会，我是守法公民，平白无故害人这种事儿我是不能做的。我叫江白，序列能力是地系欺诈，你可以叫我欺诈师江白。想知道我刚刚获得了什么奖励吗？左手中拇指被炼化成了异骨。欺诈是一门技术活，用的力气越小，撬动的东西越大，收益越高。奕迅，他在诈你。我明白了，最顶尖的欺诈只需要朴素的手法，说实话不被人相信。换而言之，你被我误导相信了错误的事实，这也是一种欺诈。谢谢你，又帮我炼化了一根指骨，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刚刚查寝前，你把垃圾和书扔我这边，想害死我，欠我一条命。我赶在查寝前帮你收拾好床铺，救了你，又欠一条。我设了骗局，能害死你，但没害。第3条，我好心解释拆穿骗局，再救你一次。第4条，说说看，你觉得自己1条命值多少钱？这4条命准备怎么还？老子就1条命，没打算给你，你能怎么样？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江白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宿舍楼内禁止疯赶打闹，你敢动手就等着被规则抹杀！不，规则禁止疯赶打闹，可没禁止杀人。我一枪打死你，没有疯赶打闹的过程，自然不会被惩罚。我赌赢了，你白死；我赌输了，你也要死。现在我们重新算一次账，好吗？很好。我刚刚又救了你一命，现在你欠我5条命了，签下这个。欠债还钱，欠命还命，个人知情书。这是什么？一张普通纸。签这干嘛？签。现在该你们自我介绍了。奕迅，刘铁锤，我叫李小夫，来自月神会，中阶异能者，地系点金。那个江白，你能不能把枪放下？挺危险的，大家有话好好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人吗？因为我还有价值。回答正确，合作愉快。我现在很困，马上要睡着了。睡着后会梦游，如果奕迅、刘大锤、李小夫敢靠近我，就一枪打死他们。每晚只有2次查寝，运气不错，留给我的时间够多。到了该用你的第1条命的时候。你要做什么？现在是睡觉时间，你不睡觉，被巡视发现了，会扣分的。还记得规则怎么说的吗？熄灯休息后，学生不允许离开自己的宿舍。对啊，所以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你说学生不能离开自己的宿舍，可如果这个宿舍不是你是不是就能离开了？你做了什么？这个江白，哼，为什么没杀我？恭喜你啊，活了下来。我和你拼！江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
现在是22点25分，有8个小时的自由时间。难道你从一开始就拿我当实验品？行了行了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欠我4条命。好吧，有几件事提醒你。第一，我们名字被抹去，不属于宿舍，不用守宿舍规则。第二，没名字就没积分，就进不了下一关。第三，把你名字加回去的人，自然能再加回来。代价嘛，要么加钱，要么加命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我最烦打劫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事了。那把我名字加回去要多少钱？1个字50万星币，或者你记得每层楼的代办事项吗？知道，早上6点半到7点，完成事项给积分。你该不会想今晚做这些吧？我们有8小时，别人只有30分钟。等等，我们不算宿舍学生，做完积分能算吗？2种可能，积分算你头上，你赚大了；不算的话，别人也赚不到积分。别人减速等于你加速，看别人赔钱爽过自己赚钱。所以，我横竖不亏。悟了就好。代办事项：1. 清理楼道垃圾，宿舍积分正5； 2. 整理阅览室，宿舍积分正10； 3. 打扫走廊，宿舍积分正5。18. 解决闹鬼，宿舍自动获得流动红旗，宿舍长获得查寝权利。有意思。江哥前面17项，哪怕再耗时也能合力完成，只有这一件从未完成。曾经有人怀疑鬼藏在人之中，索性把这一层楼的人都杀光了，也没能完成。谁问你了？我是想说，你如果打算做这件事，千万别冲动，把所有人杀光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现在是23点20分，距离起床还有6小时50分。清理垃圾，整理阅览室，把低于10积分的任务都做了。江哥，不找鬼了？鬼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？你不会在骗我吧？易迅牌充电宝就是好，谁用谁知道。那鬼在哪儿？你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鬼就藏在人里啊。江哥，你忘了我跟你讲的，这条路走不通。如果鬼藏在人里，当年血洗同层的前辈就该成功了。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鬼？阿飘就是鬼。你这文化水平也太低了。鬼是不会被杀死的，物理攻击对鬼无效。弹幕事项写的是解决闹鬼，不是杀死鬼。解决不是杀死，可这也不能说明鬼一定藏在人里啊。那个江哥，你不说点啥？不说了。啊？我觉得你说的都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江哥，你要多少钱？瞧你这话说的，咱哥俩谈钱多俗气，800万星币。你就是卖了我也没这么多钱啊。80万，我打欠条。刷卡还是现金？想要弄清楚鬼在哪里，先要弄清楚什么地方闹鬼了。人的思维容易在惯性下进入误区，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银沙秘坟的规则，哪些才是闹鬼。等一下，闹鬼怎么和规则扯上关系了？因为这是两码事，你们把它们混为一谈，所以无法发现闹鬼。啊，闹鬼的事一直摆在你们眼前，你们却视而不见，把这些事视为规则的一部分。垃圾平白无故出现在宿舍楼道，阅览室被翻乱，黑板上前17件事发生在任何一所学校，都是闹鬼。灯下黑了，我们以为这些待办事项都是秘坟的现状。只要鬼还在一天，银沙秘坟入口开启时，第6层就会是这样。过去200年如此，未来也会如此，因为黑板上的字是鬼写的。什么？之前我就注意到黑板上的字，6楼和1楼的字迹一模一样，恰恰说明鬼为了模仿宿管，刻意写成这样的。啊！现在该用你的第1条命了，请吧。如果那个鬼出现，你会保护我的吧？而且我还欠你4条命呢。那我问你，你杀过小孩吗？欺负过异性吗？吃过绝户吗？没杀过，没欺负过。我练的是童子功，倒是有异性想欺负我，我差点没把住。绝户？魏俊杰带过一种绝户牛肉，我吃过半片。不会吧？吃个牛肉也有罪？行了行了，如果鬼现身，我会在能力范围内保护你，但事后要加钱。好，好。
江哥，咱们过去。不，继续擦，把整个黑板擦干净。一迅，往后稍稍。你会后悔的。哼，装神弄鬼，当老子吓大了。江哥，这东西咱就带上了，总不能空手回去吧？我是说，这东西极其危险，留在大厅害人不浅。我随手一捡，也算造福人间。我睡了一觉，6点30分醒来之后精神饱满。迅哥，你还活着？对了，有件事昨晚忘了，我们现在应该选个宿舍长。我考虑到宿舍人有点多，民主一点，投票吧。现在，请选出你心中的宿舍长，并说明为什么是江白。这小子又想搞什么名堂？我选江白。哥，你是不是被他欺诈了？这家伙他……你别管，我有自己的想法。算了，我自己这票就弃权吧。既然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当上这个宿舍长啦。江兄，哦哈哟哟哟哟哟！一大早就 rap， 你这样很激情耶。江兄，你这东西哪来的？你见过这东西？我没见过这块黑板，但昨晚我睡觉的地方周围都是这种血字儿。说说看，关于血黑板的事，你都知道多少？江兄，这话从何说起？这里就我们俩，别装了。你在各方势力间游走，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唯一能瞧上的就是银沙蜜粉。你一大早急着找我，就是为了这块血黑板吧？嘿，你诈我！银尘沙根本不知道我的来历。啊，对对对，笑啊，继续笑啊，怎么不笑了？江兄，江伯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来自哪个势力不能说，发过守密誓言。我确实为银沙蜜焚来的，手上有份日记和血雷板有关。顺着日记往下说，我是留学生，昨晚去了档案办公室，找到一份退学档案，可能就是闹鬼源头。我拿到档案后被困在教室里，墙壁上写出血字，和黑板上的一模一样。血字写了什么？乱七八糟的内容，出现最多的是后悔。你无法进入男生宿舍，拿不到血黑板，你还有帮手？本来有4个高阶异能者，他们住同一宿舍。昨晚应该已晋升殿堂大师，按计划他们今早拿走血黑板和我会合，谁知被你抢先了。那好，俊杰啊，你刚刚说的都是谎话。切换成中文模式，这不是一个愿望。真是谨慎的小子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请将我的状态恢复到30分钟之前，消除这段时间对我的一切影响。这是一个愿望。见鬼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该死，有不该招惹的家伙在附近。江白，恐怖如斯。看来魏俊杰解开了我的欺诈。这上面写的时间不多了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活下去。
说来也巧，将黑板上的粉笔字擦掉，再用报纸裹住黑板，这块黑板就归我了。传闻，只要抓住这只鬼，就能成为银沙秘坟的镇守者，匹敌神将的力量近在眼前。我已经成了流动红旗的管理者，我拥有了查寝的权利。今天简直是我的幸运日，难道这就是古人说的本命年犯太岁？太岁爷在保佑我。还有2天，我必须活下去，太岁爷会眷顾我的。小子，有种！这本日记很古怪，书写者的精神状态存疑。厕所里的谈话更像是一个陷阱，而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我个人的评价，又蠢又坏，但我始终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会写这份日记？寻求心理安慰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他写这份日记是否实话说，还是为了误导？我不知道答案。他们想杀我，所有人都疯了，都疯了。他们以为自己能杀死我。熄灯时间一到，还不都要乖乖回去睡觉？没人能反抗银沙秘坟的规则，没人。我要去查寝了，这帮该死的家伙！我要一个个弄死他们！我被骗了，没错，我被骗了。查寝这件事，没人能做到的，没人。不能查寝，不能查寝！可那家伙在追我，为什么还在追我？我分明已经把那该死的东西扔了，他怎么还在我身上？我要想办法活下去，太岁爷会保佑我的。被骗，查寝的坑，谁埋的坑？鬼吗？鬼竟然知道这里的规则，还会用规则去误导人，甚至能在规则里埋坑。我开始后悔了，我开始后悔了。每一页都在重复这6个字，字迹越来越潦草。写日记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没有时间了。有意思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这本日记前面是一个人写的，最后一句话却是鬼写的。难道是人被鬼抓住了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今晚可以不用去抓鬼，直接等鬼上门了？出来！我有点事儿向你打听一下。我这人最公道，不白打听。如果回答得好，下次我少收你点材料费。我识海里欺诈铭文上出现了一行字：“凡你所言，皆是谎言。”这是什么情况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欺诈成功的奖励，激活真言就能让人说谎。哎，那破解的最简单的方法不就是闭嘴？好鸡肋的真言。行了，天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吧，改天请你吃饭。阿迅啊，过来和你唠会嗑。无妨，我自有打算。现在，我需要你帮忙测试一项能力。没有生命危险吧？应该没有，不过可以算你用1条命。如果是举手之劳，帮江哥是我应该的。江哥实验能力也是为了我好，一般人哪有这个荣幸帮江哥做实验？我还没动用真言呢。那我问你，今天吃了吗？没吃。明明吃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还是脱口而出的。你接下来每一句话都会是谎言，尝试尽可能不要说谎。哪怕必须说谎，也给出更接近真相或荒诞的回答。
明白。你多大了？19岁多100年。性别：武装直升机。你多大？21岁。吃了吗？没吃。性别：女。这真言真棒。好了，测试到此为止。今天晚上宿舍楼会很危险，我自保有余，旁顾无暇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我可以帮你抹除名字。啊？这样你就不必进入宿舍楼。魏俊杰你认识吧？他也在银沙蜜粉，他有办法让你在宿舍楼外存活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留在宿舍楼。江哥，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？今晚的事儿，只有我能帮你。把血黑板拿出来，我们联手抓鬼。除了鬼以外，所有战利品都归你，怎么样？联手吧，在这里一个人查寝不可能做到的，你会需要我的。那星光神殿、月神会、日习教的人，你能不能管？好吧，他们会老实的，至少在最后一天前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谁对我动手，我就有权杀死对方。三教里有谁的异能头骨比较适合做成子弹，你知道吗？既然你不肯帮我，就别拖后腿。今晚这事儿谁掺和谁死。班长，我要不还是留在宿舍吧。好，今晚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别出去，别开门。放心，我肯定开门。啊？你会后悔的。你杀过多少人了？很多。很好，你有取死之道。这么简单，总感觉哪里不对。这里是个鬼校，银沙蜜坟培养这么多鬼是为了做什么？宿舍楼闹的鬼又是哪来的？请去宿舍666查寝。今天是我在银沙蜜坟的第3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果然有问题。所长，是江白哥哥出来了吗？不是，江白，最近总能听见这名字。我的实习生对他评价不高，一个爱耍小聪明、自以为是的家伙罢了。你新收的徒弟，现在眼光这么差了？也是。无足轻重的小卒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我们会用时间证明我们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前提是你能活到那一天。江白哥哥也会错？他是人，当然会错。他说执行 C 计划时，你南宫小心，知识会有生命危险。他骗你的。我们推演过，你和知识不会死。那江白哥哥为什么要骗我？等你长大些，我再告诉你。接下来银沙蜜坟正式开启，屏障解除，三教、异兽、异能者蜂拥而至。记得我教你的那首歌吗？遇到危险就唱歌。天空是蔚蓝色。今日通往地狱的末班车即将发车，请乘客检查随身物品，不要遗漏。我要进来喽。各位大哥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今天就是来收拾这小鬼的，劳驾给个面子。果然，这是日记上的字迹。日记本的原主人是星光神殿殿主之子，
6楼的鬼是由之前所有受害者的意识聚集而成的这些灵魂里，也有星光神殿殿主之子的意识。厉鬼是为了杀死其他意识，留下最后一个。是谁委托的这些厉鬼呢？魏君杰，哼，果然是你。爹，救救我！什么 ？Sir, this way。江桑，之前我们提的那事儿，你现在同意还来得及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成交。快进！近乎得道，何时有了这等强者？呵呵，家兄的手下败将罢了。邪门歪道，我当年说过了，这条路走不通。邪神这条路还有人在走，都快得道了。一旦成功占领秘坟，便可飞升。什么？你们派人处理了，叫魏俊杰。这名字有点耳熟。既然在处理了，那就没事。对了，还有个事，我最近研究……喂，听得见吗？奇怪，一到关键时刻总是信号不好。所长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很熟吗？哥。什么哥？你哥哥？不，就是哥。小心！星光之下，世间无敌。出手啊！哼，高阶异能者。如果你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人身上，魏俊杰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是你爹。爹。你爹来喽！江白对吧？最近听过不少次你的名字啊，可惜了。江兄，你这……偷鸡不成吃把米，往好处想。现在你有机会杀他了。不用。江白，你现在什么也不用做，什么也做不成。什么？我该谢谢你才对。如果没有你这么一出，事情不会这么顺利。这些外物对我已然无用。你既然拿走了这份力量，就要承担这份代价。我进来的手段可不光彩，这里的主人不是很友好。难道银沙秘坟的主人会苏醒？没错，杀死你的不会是我，而是银沙秘坟的主人。准确来说，你是死于自作聪明。你是那假邪的江白？李风祥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家1000多年的老同学了，一见面就提假邪的事儿，你太不给面子了吧？说你穿假鞋的人又不是我，你和我急什么？这是真邪呀！你为什么要穿一只假鞋，一只真鞋？穿一只真鞋是为了证明哥们儿买了真鞋，穿一只假鞋是为了证明哥们儿不是弱智。还真是我熟悉的那个弱智。李凤霞，你能不能杀了这家伙？第一，我不是李凤霞；第二，我苏醒是因为有人触犯了这里的规则，那个人就是你，江白。三清归一，果然是第4研究所的余孽。不是三清归一，是三鬼同关，以3位顶尖强者为副材，强行融入一关，合一的那一刻，即是3人死亡的瞬间。真正融合为一的是保留部分意识的厉鬼。三鬼同关已成，外界强者也无法闯入，
以银沙秘坟为官，鸠占鹊巢，三鬼通关，升官发财。开关的瞬间就是飞升的一刻。眼下我们该如何破解？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难不成眼睁睁看着他飞升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什么也不用做。星夜学院，难道还有日血？无妨，就算他们联手，我也有办法个个击破。如果他们三个不是一伙的，不联手是好消息。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，不可能。一气化三清，阴阳两气，天地人三才，三清归一。为什么我们什么也不用做？眼下的情况，按照1200年前的灾难划分，属于灭世级灾难。按照应急手册，我们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。我们究竟做了什么？什么东西可以解决灭世级危难？江白在里面。所长，任由江白一个人处理灭世级灾难，会不会太儿戏了？确实有些儿戏。江白走前给我留下3个锦囊，说是遇到生死危机，按情况拆开。方便拿出来吗？锦囊上说把人王、天地、地藏、神将都喊来，我的死亡大概率会形成恐怖蜜粉，运气好死一半能平息。有点道理，不过现在的情况，还是看看第2个锦囊吧。他该不会疯了吧？这么做真能解决灾难？如今这种情况，没有任何事能确保100%解决灾难。要相信我们的同志。反正我这7年是白赚的。赌了。他们的状态不稳定，更像是鬼。鬼从哪里来的？你们老6研究所连这都不知道？我文盲，在某些限定条件下，活人会变成鬼，据说是当年第4研究所的效果。李凤霞，你瞎琢磨啥呢？第一，我不是李凤霞；第二，我在思考我是不是鬼。你想到答案了吗？我不是鬼，是人。为啥？鬼字不对称，人字确实对称。既然都是人，先把空中那鬼东西收拾了吧。不行，对方3鬼能融合，其他鬼也能融合，以鬼杀鬼如抱身救火。我在等。不请自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，都这关头了，干他丫的！闯进来4人，4具尸体，要么都不杀，要么都杀。李丰塔，银沙总督来了，接应一下。江白，按照锦囊，我带过来了秘宝。可是就算有这把枪，子弹呢？我是江白，正在处理灭世级灾难。禅计划允许参与者将录音笔改成顺手的武器，我选了子弹。机会只有1次，如果这一枪打中，那就只能执行 S 计划。你怎么还有计划 ？S 计划又是什么？我随口编的。那家伙在以极快速度移动，可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。3鬼同关已成，破除合体难如登天。不如退而求其次，破关坏局，阻拦飞升。放什么狗屁！银沙秘坟破了，3鬼怎么处理？到时自有强者追杀，不劳操心。银沙基地200万人就在附近，战斗余波会死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你停手，再添乱，老子先一枪崩了你！我劝你最好听他的。我记忆中，江白没说过大话。就算他这一枪打不死你，我也会杀你。愚蠢！为了妇人之仁，拿苍生性命做赌注。再废话1个字，老子现在就一枪打死你！地利范围拉伸，1500米。消耗过半了，不够，还不够。查听到了。我中了！江白，江白，我昏迷了多久？你昏迷了不到15秒，恢复意志后，装睡了6个小时。年轻就是好呀，倒头就睡。
竟然睡了这么久。为了命中那一枪，你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严重透支自身的气，过度使用地力。战局如何了？血月消失，月神会长战力弱了不止50%，又面临众多好手的围攻，落败身死是早晚的事。至于星光店主，则被银尘沙和银沙蜜粉主人李风霞联手追杀，还有一位天帝出手帮忙了。原来所长请的外援是空天帝，这个喊您空天帝总感觉不太合适，要不您看换个称呼？你我都是华夏人，就按传统以年龄论辈分吧。这多不好意思，搞得像我占您便宜似的。年轻人多虑了，别看我样貌年轻，实则已160有余。想当年我刚成天帝时何等风光，眨眼130多年过去了，不知小友今年贵庚？18、20？和答案很接近了，1218岁，骗天帝犯法的哦。哼，我虽是欺诈师，但此事千真万确，可以向天地起誓。古语有云：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学无长幼，达者为先。小江啊，我很欣赏你的古语造诣。咱们现代人不搞这套虚的，打今天起，我喊你小江，你喊我天帝，咱俩各论各的。天帝，要不咱们先去找所长？不急，那家伙能不见就不见。小江，你刚才说1218岁，你是第3次神秘潮汐的人？是。第3次潮汐期间，顶尖强者集合所有资源，搞了一批密封舱，你可知里面装着什么？知道。你小子数牙膏的，里面装的什么？我啥？里面装的是人，是希望的种子。在所长的帮助下，我不久前苏醒了。原来他还是失败了。什么失败了？他的救世计划呀。这项计划砸进去的资源，够把10头猪培养成天帝了。4所研究所都被他卖了。你再看看你的实力，这不叫失败，又叫什么？就算你成为天帝，又能怎样？这世间缺你一个天帝，我都当了100多年天帝了，这世道不还是乱糟糟的？不过这次你确实突破了不少，看得出来你体内有很大的潜力，这也许就是他看中你的地方吧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废弃哨站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废弃哨站？如果你是第3次神秘潮汐的人，那你应该就是禅计划选中的异能者吧？嗯，不错。那你随我来吧。所长的救世计划具体是啥？总不能就是把我从密封舱里挖出来吧？他当年找禅计划的密封舱，说里面藏着潮汐调和者的线索。你苏醒的第9研究所，他守在那儿，一半是为了护你，一半是为了等蜜焚失控的时机。潮汐调和者，这词听着挺玄乎，和神秘潮汐有关。第3次神秘潮汐结束前，禅计划的核心就是筛选能融合3系异能的人。你体内有天地人3系序列0能力，就是最契合的人选。可惜我苏醒晚了，第4次潮汐都成了空白历史。不是晚了，是有人故意让你醒在第5次潮汐。银沙基地的3教势力都在盯着蜜粉，他们想要的不是救世，是蜜粉里的禅计划核心。是魏俊杰的人跟着我们一路了。这小子还真是不简单啊！天帝，要不咱们做个交易，你帮我解决这些尾巴，我告诉你禅计划的核心在哪。你小子倒是会坐地起价，不过不用我动手。天帝的领域虽然被银沙蜜焚压制，但收拾几个小喽啰还是够的。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。禅计划的核心需要凑齐完整的9龙观想图才能进入。魏俊杰手上有一块，易经那儿藏着一块，剩下的在所长手里。他当年闯过一次蜜焚，带出了半块碎片，也留下了一身伤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多。他为了凑足唤醒你的资源，把我珍藏的3笔地系观想图都拿去当了，至今没还。原来你们是过命的债主关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魏俊杰跟着我们，肯定是想借你的手除掉我，顺便坐收渔利。他打错了算盘。你随我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能提前解锁你体内的天命异能。天帝，这地方就是天命异能的宝地。
第3次潮汐时，第1代寒蝉就是在这里觉醒天命的。空天帝，没想到你会带他来这里，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帮这小子成为调和者了。魏俊杰，星光神殿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管。如今你们联手算计三教，吞掉蜜分核心的好处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魏兄，我们只是想阻止易静那个疯子引爆蜜焚，顺便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。属于自己的东西？你是说九龙观想图碎片？凭什么给你？凭我手里的这块，加上你那块，才能打开蜜焚核心的门。易静已经拿到了第3块，所长手里还有最后一块。我们现在联手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易静一旦得到完整的观想图，激活蜜焚核心，整个银沙基地都会陪葬，你星光神殿的基业也会化为乌有。我可以和你们暂时合作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核心里的禅王印归我，那是星光神殿创始人的遗物。没问题，别说一个禅王印，就算把蜜焚给你都行。不过你得先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拖住空天地，我要在这里解锁天命异能。你小子又想耍什么花样？解锁异能需要绝对专注。放心，有你帮忙，没人能打扰我。再说了，魏俊杰老胳膊老腿的，打起来不一定是天地你的对手。你说谁老胳膊老腿？是易进的人想趁江白解锁异能时偷袭。来得好！天命，星轨，解锁！这就是天命异能的真正力量，竟然能引动天地能量。不错，比我当年快多了。江白，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。所长，别卖关子了，说说吧，第4次潮汐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有1000年的空白历史？还有禅计划的真正目的，总不可能只是把我从密封舱里挖出来这么简单吧？这上面记录着第4次潮汐的真相。当年幸存的异能者为了对抗第4次潮汐，建造了大量密封舱，也就是你们这些禅计划的参与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被封印的人，是唯一保留着第3次潮汐记忆的活化石。没错。而禅计划的真正目的是在第5次潮汐到来前，唤醒你们，培养成潮汐调和者，引导第5次潮汐平稳退去，避免重蹈第4次的覆辙。引导潮汐退去，那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调和者需要与蜜焚核心融合，成为能量的锚点，永远沉睡在核心之中。这是唯一能阻止潮汐灭世的方法。永远沉睡？老马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才失踪的。老马是第2代寒潮。他当年尝试融合核心，但失败了，只留下了半块九龙观想图碎片。他现在应该成为了核心的规则意识体，也就是你们遇到的那个光影。也就是说，老马没有死，而是变成了蜜焚的一部分。是的，而你，江白，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。不行，如果江白沉睡了，谁来阻止易进？他手里有第3块碎片，一旦进入核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已经来不及了，易进，他不是想调和潮汐，而是想吸收核心能量，成为潮汐之主，掌控整个世界的异能。这个疯子，他就不怕能量暴走，把整个基地都炸飞吗？他这种人为了权力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江白、魏俊杰，跟我走，我们必须在他完全吸收能量前阻止他。我也去，我的圣光能提供远程支援，还能治疗伤员。拿着这个，他能帮你打开核心的最后一道门。记住，调和者的使命不是毁灭，而是守护。放心，对付这种蠢货，我有的是办法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等解决了易进，魏兄的禅王印可就归我。你小子能不能正经点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抢东西？老马，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。没想到三教的人这么不给力，还没等我们动手就先打起来了。天帝，魏兄，我们趁机溜进去，没那么简单。你看那边。
都给我住手！谁敢再动，就捏碎他的脖子！易静，你敢动南宫小新，就是与月神会为敌。易静，放开他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冲你来，你还不够格。南宫小新的混乱异能是打开核心最后一道门的钥匙，没有他，谁也别想进去。易进，你这招有点太 low 了吧？挟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算什么本事？江白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把你手里的九龙观想图碎片交出来，可以考虑留他一条活路。哥，你醒醒，你这样做只会毁了一切。闭嘴！要不是你当年背叛我，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现在你该还债了。江白哥，小心他，我只能帮到这里了。天帝，动手！找死！小子，命挺大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谢谢江哥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！不好，他在吸收教徒的生命能量，这是禁忌之术。看来只能速战速决了。天帝，魏兄，一起上！终于来了，江白，你以为凭你们3个就能阻止我吗？今天我就要在这里成为新的潮汐之主！快想办法，来激活核心的禁忌阵法！再这样下去，整个核心都会爆炸！我去牵制他，你们找机会破坏阵法。这些符文和星陨台的星图很像，但又多了一些混乱的纹路。小心，你的混乱异能能不能干扰这些符文？我试试，但这些能量太强大了，我撑不了多久。小心，我用圣光帮你稳定异能，坚持住。天帝，你能不能用领域覆盖整个核心层，暂时压制阵法的能量？我只能坚持3分钟，3分钟后我就会力竭。足够了。3系共鸣，调和。不可能！你怎么能同时操控3系异能？不！做得好，江白，你终于成为了真正的潮汐调和者。老马，这就是禅计划的终点吗？不，这只是开始。第5次潮汐的退潮即将到来，你需要进入能量池，与核心融合，引导潮汐平稳退去。这是你作为调和者的使命。与核心融合，那不是要永远沉睡吗？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如果潮汐失控，整个世界都会被毁灭。江白，你愿意接受这个使命吗？使命这种东西，不就是用来完成的吗？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件事要做。江白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：这次潮汐是最终潮汐，这次完成后，人类将完全掌控异能，不再受潮汐的威胁。禅计划就算真正完成了，最终潮汐吗？那我岂不是要睡很久？不行，我得定个闹钟，免得睡过头。放心，我们会帮你看着时间，等你醒来，我陪你打一场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江白，之前是我狭隘了，你是真正的英雄，星光神殿欠你一个人情。江哥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死在易景手里了。我会好好活着，帮你守护银沙基地。江白哥，我会成为最厉害的治疗师。等你醒来，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桂花糕。桂花糕就免了，记得多给我准备点奶茶。还有，魏兄，你的禅王印我先替你保管，等我醒来再还给你。你都要沉睡了，还想着抢东西？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江白，记住，你的牺牲不是结束，而是希望的开始。100年后，人们完全掌控异能，你就会醒来，见证人类的新生。我走了，你们要好好活着，别给我惹事儿，尤其是你，魏兄，别被人坑了还帮人数钱。寒蝉鸣泣，潮汐将平。我们走吧，这里的事结束了，该回去重建基地了。我会带领星光神殿的人协助总督府进行救援和重建。我也会加入基地防卫队，用我的混乱异能帮助大家。
我会留在第9研究所，继续研究异能治疗，等待江白鸽醒来。天帝，这是星光神殿剩余的所有资源清单，我已经全部移交给总督府了。接下来，我会带领神殿的人，协助基地进行异能者培训。很好，魏俊杰，你能放下过往的成见，很难得。以前是我太执着于权力了，江白用他的行动告诉我，真正的强者应该守护更多的人。对了，南宫小心呢。魏兄，天帝，我现在是防卫队的副队长了，以后请多指教。江哥走之前把特训营交给我了，还留下了一堆训练手册。现在的学员都快被我逼疯了。你小子倒是继承了江白的优良传统，不过活着才有资格谈输赢，这句话很对。江白哥，你看，基地越来越好了，我们都在等你醒来。江白，谢谢你，你守护了基地，我们会替你继续守护下去。任务002完成，剩下的交给后人了。对了，易训，下次探索新秘坟，危险的事你先上。江哥都走了还坑我。所长，你看，江白鸽的愿望实现了。是啊，我就知道这小子能够创造奇迹。喂，别光顾着看风景，赶紧去给我准备奶茶，我快醒了。嘿。江白，单奶奶，江白前辈真的能在100年后苏醒吗？他的传说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。喂，单红衣，等我醒来，记得给我准备最新款的奶茶。要是没有，我就把你的练骨体操改成广播体操。江白前辈真有趣，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英雄。他从来都不是什么英雄，只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的老六。但他用自己的沉睡换来了我们100年的和平。江白用自己的身体作为锚点，稳定了潮汐能量，让人类得以延续。他的精神就是我们异能者的信仰。是，我一定向江白前辈学习。去吧，江白。今年基地又新增了3个异能者学院，孩子们都很努力。单奶奶老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醒来。100年已过，潮汐将平，调和者的使命完成，继承者已至。江白，醒来吧！老马，你可别骗我，要是醒来后没有奶茶，我就把你的意识体格式化。江白，你终于要醒了。江白的意识投射已经完成，现在他的意识将进入下一个阶段。看来我睡的这100年，你们都做得很好啊！你们都辛苦了，红衣。现在的基地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异能者聚集地。这些年以来，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歇。科技和异能的结合，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当年拼命守护的未来啊！红衣，你看，一切都值了。江白前辈，您当年是怎么打败易境、稳定潮汐的？能给我们讲讲吗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心中只有2个信念，就是坚持和守护。我们战斗不是为了成为英雄，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和平的生活。我们一定会向您学习，继承这份守护的精神，让和平永远延续下去。未来是你们的，好好努力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江白，你做得很好。第5次潮汐已经平稳退去，人类迎来了真正的和平，我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。老马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可能走到今天的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记住，寒蝉的使命不是成为救世主，而是守护希望。现在，希望已经在人类心中生根发芽了，我的使命也结束了。老马。辛苦了，江老板，您的奶茶真是太好喝了，比传说中的还要美味。喜欢就好，以后常来光顾啊。江白，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？喜欢。
这样的生活很踏实，不用再打打杀杀，每天喝着奶茶聊着天，多惬意。弘一，谢谢你等了我100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，这就够了。老马、魏兄，小新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守护的未来，和平真的很好。